话说五代十国时期的潞州，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长治市一带。潞州的城里集市里边有一位凶悍的屠户，史料中没有记录他的姓名，只知道这个人每天杀猪卖肉，满脸的横肉，仗着拳头硬，横行乡里，欺行霸市，周围的人们都很怕他。说有这么一天，这屠户的肉铺来了这么一位少年，17、18岁的年纪，大脸盘，高鼻梁，身材很是壮硕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人的脖子上纹着一只飞雀。这位少年来的时候带着一身的酒气，伸手拍了一下肉铺的鸡案，说了句：“老板，割肉。”您别看那恶徒平时竟是欺负周围的邻居和同行，真遇着这么一位桀骜不驯的硬茬子，他心里也犯嘀咕，这大概是道上的，看样子不好惹，给他几斤肉，赶紧打发走就得了。恶徒没有料到的是，这位少年不单单是不好惹，明摆着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切好了的肉，不是嫌太肥，就是说太瘦，要么就说称不准，肉质不新鲜。一来二去，这屠夫也就急了，呀呵，怎么着？从来都是我欺负人，今天居然让人欺负上门来了。屠夫一发狠，撕开胸前的衣服，露出满是肥膘的肚皮，对这位少年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要是真有种，就朝我这儿来一刀。”少年微微一笑，很倾城，一句废话都没有，抄起边上的这个杀猪刀，噗呲，只一下就刺进了这恶徒的胸口，干净利索，一刀毙命。周围围观的群众纷纷惊呼：“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”可是这位少年面不改色，坐在原地。很快有官府的官差赶到将其抓捕。正巧当时的潞州留后李继涛从这路过，听说抓了个杀人犯，就叫人带过来。一看，说这小伙子刚刚杀了人，居然神色自若。再一问才知道，感情这少年是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过后李继涛就将其留为己用，纳入了自己的亲军。如果您看过《水浒传》，一定对这个小故事似曾相识。实际上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就是以这位少年为原型进行的创作。感谢您来到烽火招毒南，这是漫聊五代十国的第13集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脖子上纹了一只飞雀的这位少年，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角，大名郭威，江湖人称郭雀儿，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的开国皇帝。我们都知道五代这个乱世到赵匡胤黄袍加身为止。宋朝建立之后历经数十年战乱的中原地区逐渐迎来了太平盛世。可是从五代到宋初，由乱到治的转折点，乃至为后周世宗改革以及北宋开国奠定基础，实际上都是从后周太祖郭威开始的。从一名一弊不能自毙的普通军卒，到成为五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有为明君，郭威究竟是怎样取得地位的呢？他到底做了哪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儿呢？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。公元926年，后唐的庄宗因为兴教门之变被刘建射中，失血过多而死。他的义兄李嗣源登上帝位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李嗣源把很多原来宫里里存续的妃嫔都遣散放归故乡。这些妃嫔当中有一位柴氏，邢州龙岗人，就是今天河北邢台一带。在回乡的路上，柴氏和来迎接的父母相遇，恰逢天公不作美，赶上一场暴风雨。古时候的这个交通环境比不上现在。这柴氏一行眼看大雨连绵不断，只能暂时落脚在了一家旅馆。说这一天，柴氏偶然间看到一位衣不蔽体的壮汉从门前经过。我们常说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柴氏就因为看了这一眼，
从此就结下了一段良缘。他向店家打听说：“那刚才过去那是谁呀？”店家就告诉他说：“那是马步军使郭雀儿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柴氏啊，真不是个寻常的女子，对郭雀儿一见钟情之下，直接向父母请命，说我要嫁给他。柴家的老两口一听就不乐意了，说：“闺女啊，你过去是皇帝身边的人，现在如果要嫁人，再不济那也得是个节度使一级的人物啊！你怎么想的？大禹浇昏了头了，要嫁这么个穷小子？”奈何这柴氏已经打定主意，铁了心，对他的父母双亲说：“这个人将来一定贵不可言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的行囊中有这些年攒下的财物，请二老啊从中拿走一半，剩下的一半我自己留下。这个郭雀儿我是嫁定了。”爹娘拗不过闺女，于是这个郭雀儿和柴氏就在这个旅馆草草完婚，成了家。事后证明啊，柴氏的眼光那是相当的独到。这个当时还衣不蔽体的郭雀儿，就是后来的周太祖郭威。柴氏的做法放到现在并不可取，街上碰上个壮汉，您保不齐他图的是什么。郭威其人，字文仲，邢州瑶山人，今天河北邢台的龙跃县。幼时因为中原战乱，随父迁居到太原，不久父母双亡，郭威呢由其姨母韩氏抚养。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本姓常，因为母亲改嫁而改姓郭氏。甭管怎么着吧，长大之后的郭威形神魁伟，爱好兵勇，不识田产，喜欢舞枪弄棒，18岁就从了军。李嗣昭的次子李继涛叛晋降梁，郭威啊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被李继涛选为了牙兵。庄宗灭梁，李继涛被杀，郭威呢又被选入了李存勖的禁军。天成2年，宣武节度使朱守殷叛乱，郭威跟着攻打汴州，被石敬瑭召至麾下，令长军籍，前后将相无不以爱。到了后晋建立以后，郭威又受到当时禁军将领刘知远的重用，跟随其一役数阵，逐渐成为了刘知远的心腹。而后助力刘知远建立后汉，并在乾佑元年，刘知远病重之际，与杨斌、史弘照、苏逢吉受顾命辅佐右主。后汉隐帝刘承佑继位之后，郭威领兵平定3镇叛乱，而后以枢密使兼领天雄军节度使，出镇邺都，并有权调发河北兵马钱谷，成为河北最高的军政长官。乾佑3年，隐帝刘承佑与近臣李晔等人共同诛杀了杨斌、史弘照、王章，又派出心腹前往邺都和澶州，密令澶州节帅李弘毅诛杀王殷，令邺都屯驻护圣左乡都指挥使郭崇威、奉国左乡都指挥使曹英诛杀郭威和王俊。这些在上一集啊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，感兴趣的可以去自行查找回看。咱们先看澶州方面，澶州的节帅李弘毅是隐帝刘承佑的娘舅，但是这个人啊比较胆小怕事，皇帝让他诛杀马步军都指挥使王殷，他不仅不敢动手，反而带着使者来见王殷，把刘承佑的密诏呢拿给王殷过目。王殷看过密诏，当下命人绑了皇帝的使者，并马上派人前往邺都向郭威禀报。王殷其人最大的特点是谦谨好礼，事母至孝，每与人结交啊都会向他的母亲进行禀报。他母亲要是说那孩子不学好，别跟他一块玩了，王殷一定会照办。当上刺史以后，如果政绩不佳，他的母亲呢会亲手鞭打或者杖责。说这人在澶州手握重兵的王殷向邺都的枢密使大人郭威报信儿，说皇帝啊要杀咱们，郭大人您赶紧想个辙。郭威得报之后一脸茫然，赶紧叫来了他的心腹魏仁溥商议对策。
根据旧五代史摘录《东京事略》的记载，魏仁溥看过皇帝密诏之后说了这么一番话，说公有大功于朝廷，握强兵临重镇，以禅见夷，岂可坐而待毙？随后定下一个计策，劝郭威造反。皇帝原本的密诏是要诛杀郭威和王俊，魏仁溥伪造了一份诏书，将内容修改为让郭威诛杀驻守邺都的一众将校，并用邺都留守的大印倒过来盖在上面。之后呢，郭威把郭崇威、曹营等人喊来，通报了杨斌、史弘照等人含冤而死，又拿着伪造的诏书将内容公之于众。于是群情激愤，众皆哗然。郭崇威等人流着泪对郭威说：天子幼冲，此必左右群小所为，若使此辈得志，国家其得安乎？崇威愿从公入朝自诉，荡涤鼠辈，以清朝廷。于是就这样，郭威玩了一手漂亮的移花接木，在获得了众将的支持下，留下义子郭荣镇守邺都，命令郭崇威率领骑兵担任先锋，以除君侧之恶，共安天下的名义挥师南下。郭威领兵南下是发生在前右3年，也就是公元950年的11月15。转一天的11月16，隐帝刘承佑派出大将侯毅领兵平叛。而就在朝廷方面做出反应的同一天，郭威已经率军进入了澶州城。澶州节帅李弘毅大开城门，马步都指挥使王殷失声痛哭，叩拜迎接。随后就把军队全部交由郭威指挥。转一天，郭威的大军就已经渡过黄河，直扑华州。11月18，义城节度使宋延沃在华州开门迎降。宋延沃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他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，生母是后唐的义宁公主。宋延沃本人又娶了刘知远的女儿，后汉的永宁公主。等到了北宋的时候，宋延沃的女儿又嫁给了赵匡胤，后来被封为开宝皇后，皇亲贵胄，荣显之极。宋延沃本人历仕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、北宋4朝，谦恭下士，颇得贤名。说着郭威在进入华州之后，打开华州的仓库，遍发财物，犒赏3军，并通过监军王俊对将士们许下承诺，打下汴梁，全军可以大肆劫掠10天。众将士由此更加的欢呼雀跃。2天以后，南北两军在汴梁以北大约20里的刘子碑相遇。大战在即，隐帝刘承佑要赶往前线劳军。他的生母李太后劝他说：郭威武家故旧，非死亡切身，何以至此？但按兵守城，非诏谕之，观其志去，必有此理，则君臣之礼尚全，慎勿轻出。刘承佑没有听，坚持前往前线。李太后派人告诉负责护驾的将领聂文进说：大敌当前，千万要小心保护皇帝。聂文进说：太后放心，有臣在，就算有100个郭威，我也会将其生擒。两军相持的第1天没有交战，刘承佑在晚间返回了汴梁。他的叔父慕容彦超自恃骁勇，吹嘘着说：陛下明天要没什么事儿，接着来看看臣是如何破贼的，我都不用和他们打，只一声断喝就可以吓退他们。慕容彦超可能是把自己当成了张翼德，可惜后来的事儿证明他的牛皮还是吹得太大了。第2天，刘承佑果然又来了。李太后极力劝阻，但是小皇帝依然不听。两军再度对阵之际，郭威特意告诫各部的将领说：我此行是来诛杀那群小人的，不敢与天子抵敌，你们各自管好自己的人，千万不能先动手。过了很久，朝廷方面的慕容彦超率先发起攻击，可是出师不利，由于在激战中马失前蹄，慕容彦超摔倒在地，险些就被生擒。随后的慕容彦超没能实现断喝退敌的豪言壮语，
而是做了一件直接影响战局的事情，撤退。慕容彦超一撤退，麾下100余人当场被斩落马下，朝廷各部军心动摇，士气低迷。等到了掌灯的时分，不断有人向叛军投降。皇叔慕容彦超与麾下的10余骑逃奔了兖州，小皇帝刘承佑带着苏逢吉等3个宰相以及从官数十人夜宿在了七里寨，余众全部逃散。转一天，刘承佑策马跑回汴梁，城门上的刘珠询问皇帝侍从说：“兵马何在啊？”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刘珠就弯弓搭箭射向侍从。刘承佑无奈，调转马头向汴梁的西北逃去。有关后汉隐帝刘承佑的结局，结合新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3个出自不同时间段的正史。旧五代史记载，在逃亡过程中，郭允明知事不济，乃自任于地而崩，时年20。苏逢吉、郭允明皆自杀。说刘承佑是被郭允明以利刃刺死，新五代史呢也采用了这种说法。我们如果联系一下前因后果，会发现对于郭允明以及刘珠的描写是存在一定矛盾的。刘珠奉命诛杀了郭威一家老小，郭允明呢杀了郭的铁杆杨斌、史鸿照和王章。就在短短几天以后，刘珠是据守城头，不让皇帝进城。郭允明呢是临阵倒戈，直接杀了皇帝。这变脸的速度，连川剧大师可能都望尘莫及。可是他们到底图个嘛呢？指望着郭威能够宽恕他们吗？尤其是郭允明的突然反叛，先杀了皇帝，然后又自杀。郭允明本人是刘承佑的亲信，深受2代皇帝的恩宠。你说他有什么理由要去杀这个隐帝呢？而《资治通鉴》对于刘承佑的结局则是说：西北至赵村，追兵已至，帝下马入民家，为乱兵所弑。这里交代刘承佑是被乱兵所杀，可是紧接着又以李太后的口吻提及郭允明弑逆，神器不可无主。透过这部分记载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种没有写明的可能。隐帝是在逃亡过程中被叛军所杀，而后郭允明被拉出来背了锅。理清楚这个脉络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原来郭威同样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影帝。他一听说刘承佑被杀了，当即嚎啕大哭着说：“这都是我的罪过呀！”有人建议郭威参照曹魏高贵襄公的先例，以公爵之礼安葬隐帝刘承佑。郭威明确表示反对，并说：“我没有保护好皇上，罪过已经很大了，更何况胆敢贬低皇上呢？”而后命令以地礼葬之。对于途径郭家满门的刘珠以及一众隐帝生前的亲信，有人建议郭威以牙还牙，将这些人的家眷也都挨个杀光。但是郭威说：“刘珠杀了我全家，我再杀他全家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”由此只将一些直接责任人枭首示众，他们的家眷一律赦免。在那样一个乱世之中，兵强马壮是硬道理，谁的拳头大，谁就有话语权。而除了这一层郭威对当时的时局明显有着其他更深层次的考虑。史料存疑、故作姿态都是客观存在的。在公元950年这样一个时间点，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而与此同时，礼葬隐帝不以私仇株连滥杀，的确起到了稳定社会局势、争取人心的作用，也让我们在动不动就灭族屠城的五代史中感受到了一点人性的温暖。进入汴梁之后，郭威兑现了当初的承诺，允许士兵在城中大肆劫掠。汴梁城中很快火光四起，烟尘弥漫。所幸的是，这一有着十足五代特色的不以百姓死活为根本的行为很快得以制止。原因无他，
王殷和郭崇威一起找到郭威，反映说如果不马上停止劫掠，汴梁很快就会变成一座空城。郭威这才命令众将分头约束本部人马，城中的秩序因此得以逐渐的恢复。很快，太师冯道率领百官拜见郭威，并缓缓地说了一句一语双关的话：“世中此行不义呀。”一句话说的郭威顿时心虚，他以为大臣们没有拥戴自己的意思。再加上刘氏的宗室当中，还有河东的刘崇、徐州刘赟、许州的刘信仍然把控着一定的藩镇势力。于是郭威率领百官奏请李太后，请求早早册立四军。太后回话说，刘崇、刘信都是高祖的弟弟，刘赟是高祖的儿子，究竟立谁为君，请百官们商议吧。李太后这话说的其实是藏了心眼的。这里的刘赟实际上是刘崇的儿子，并非高祖刘知远所亲生。郭威又和王浚进宫面见太后，请求拥立刘知远的幼子刘勋为帝。李太后说刘勋身体不好，一直卧床不起。转一天，郭威率百官请求拥立刘赟为帝。于是李太后下令挑选良辰吉日，准备仪仗前往徐州迎接刘赟。就在这个时间点，北方奏报说契丹皇帝耶律阮亲率辽军兵分两路南侵，并很快攻破内丘，屠城而去。郭威再度统兵前往抵御。咱们再说人在徐州的刘赟，接到命令让他赶回京师登基称帝。刘赟的内心很是高兴，收拾收拾就跟随冯道等人一起上路。一路上的仪仗护卫都与皇帝无异。听说了郭威领兵抵御契丹，刘赟特意派出使者前往华州慰问。可是郭威手下的众将看到刘赟的使者，全都拒不叩拜，相顾无言。众人都在私下议论，说咱们在京城大肆屠杀劫掠，如果刘家人继续当皇帝，还能有咱们的活路吗？郭威听说了这些议论以后，马上领兵渡过黄河，来到了澶州，住在了澶州一所馆驿之中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营中有数千将士毫无征兆的大声呐喊着包围了郭威所在的馆驿。郭威下令关闭馆驿大门，这些人是翻墙的翻墙，撞门的撞门，冲进馆驿院中之后，向郭威齐刷刷跪倒，请命说天子必须由世中您自己来当，将士们已经和刘氏结下仇怨，不能再让刘家人当皇帝了。说着话，不知道是谁突然将一面黄色的军旗扯下，临时代替龙袍披在了郭威的身上。随后这些乱兵簇拥着山呼万岁，喊声震天动地。在那万人中央感受到万丈的荣光，郭威彻底摊牌了，不装了，我要当皇上。人在汴梁的郭威的心腹王浚和王殷一听说澶州兵变，郭威黄旗加身，马上派出了郭崇威领一支骑兵前往宋州截住刘赟，又派出深州刺史马铎赶往许州，杀掉了构成威胁的后汉宗室刘信。郭威是在12月初1离开的汴梁，12月25已经赶回汴梁，驻扎在了城外的七里店。宰相窦真固领着百官前来迎接叩拜，并劝其登基称帝。紧接着李太后下令先将刘赟废为襄阴王，又以郭威剪除大乱，劳苦功高，任命其为监国，总理全国军政。公元951年的正月初5，后汉太后李氏下诏授予监国郭威，皇帝玉玺。郭威正式在汴梁崇元殿登基称帝，以周为国号，改元广顺，大赦天下。郭威之所以能够轻松篡夺了后汉的政权，一方面是隐帝刘承佑年幼继位，既无功名又不会笼络人心；另一方面则是郭威本人在平叛和御边的过程中建立了功勋，树立了威望，大得人心。后汉的快速灭亡有一定的必然因素，将相不和，君臣相争，地方的藩镇叛乱此起彼伏。
这些都让后汉王朝内耗严重，同时对民众敲骨吸髓，赋敛苛重。之前夏秋租苗民税每一户加收2升，美其名曰雀鼠号，就是国家征税要把老鼠、鸟雀吃掉这些自然损耗算在民众的头上。到了后汉呢，这一项税收改为每一户加收2斗，比之前整整高出了10倍。再加上严刑酷法吏治败坏，使得后汉一朝阶级矛盾异常的尖锐。所以可以肯定的是，即便没有刘承佑诛杀大臣、郭威澶州兵变这种偶然事件，后汉也很难逃脱快速灭亡的命运。说着郭威一坐上皇帝宝座，就着手为杨斌、史弘照、王章等人这几个他过去的好朋友追赠官爵，予以厚葬，查找几人仍然在世的子孙予以任用，又专门下令，凡是朝廷仓库的官吏一律禁止收受百姓上缴的正税之外的省号钱粮，过去的一切额外附加的税赋一律予以取消。凡是犯了盗窃以及强奸罪的，全部按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罪名处理，只要不是犯了谋反之类的大罪，不得株连亲族，不得查抄家财。后唐庄宗、明宗、后晋高祖的陵墓各安排10户人家专门守陵，后汉高祖刘知远陵墓的守陵人家、工人、有关人员一切照旧，划分两头，各表一边。早在隐帝被害的时候，河东节度使皇叔刘崇曾想要发兵进京，但是很快传来了他自己的儿子刘赟被拥立为帝，刘崇呢也就打消了进京的念头。他身边的一位谋臣李襄劝他说：“观郭公之心，终欲自取。公不如即引兵于太行，据孟津，似徐州相公继位，然后还镇，则郭公不敢动矣，不然且为所卖。”言外之意就是说老郭不靠谱，您领兵南下对他构成威胁视为上策，不然把您卖了，可能您还在替人家数钱呢。我们现在结合当时的形势来看，对于刘崇而言不得不说李襄的指点堪称金玉良言。那么刘崇是怎么回应的呢？听了李襄一番话之后，刘崇勃然大怒，手指李襄大骂：“呀个呸！你个腐儒，竟敢离间我们父子！来把这白痴的书生给我拉出去砍了！”李襄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好心好意出谋划策会是这么一个结果，当下就大喊说：“我身怀经国大才，而为愚人谋事，死故甘心，家有老妻，愿与之同死。”刘崇说：“好，满足你。”于是下令把李襄和妻子一并诛杀。等到刘赟在宋州被郭威的人先软禁再被杀，刘崇悔不当初，对人说道：“我不听忠臣之言，才落到这个田地。”于是下令给李襄修建祠堂，每年都会派人前去祭祀。与此同时，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在晋阳登基称帝，仍然沿用隐帝刘承佑的前右年号。历史上为了区分，将刘崇建立的政权称之为北汉。北汉建立之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刘崇任命皇子刘承君为主将，统兵10000余人，兵奔5路，直扑晋州。在晋州中了埋伏，损兵折将，转而攻打西州。可是又再次的折戟沉沙。刘承君无奈之下，只能领兵北返。刚刚立国的后周，既要面对北汉的反扑，又要对付叛乱的徐州，稳住兖州的慕容彦超，还得安抚一众朝廷的重臣、藩镇节度使以及跟随自己夺得了江山的心腹旧将。因此在短短1、2个月的时间里，郭威加官进爵了一大批人，以此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后周政权。后周初年有3个宰相，王浚、范质、李谷，这3个人都很称职。王浚呢，一直是郭威的心腹，夙夜尽心，知无不为，尤其在军事方面的谋略多所裨益。范质和李谷都是郭威称帝前后直接提拔的。范质聪明，
明达事理，博学多才，严明法度。李谷在之前的几期视频当中啊，多有介绍，为人深沉刚毅，气度非凡，在郭威面前往往是言辞慷慨，善于用浅显实际的例子来开导主上。这3个宰相都堪称当世贤臣，郭威用他们啊，自然是如虎添翼。这一年的9月，北汉皇帝刘崇效仿石敬瑭，以书礼尊奉辽国新皇耶律璟，并请求辽国出兵帮助自己攻打晋州。到了10月下旬，辽国派兵与北汉的军队会师，共同南下攻打晋州。晋州形势危急，郭威以王浚为帅，领兵前往救援，并下令前线各军全部听从王浚的调度指挥，允许王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，自行决定前线军事行动。11月初，王浚率军抵达陕州之后呢，就停留在了陕州，迟迟不进。郭威得知以后啊，很是着急，于是下诏决定要御驾亲征。将走未走之际，王浚紧急派人前来说明情况，说晋州城坚，未易可拔，刘崇兵锋方锐，不可力争，所以驻兵待其气衰耳，非臣妾也。陛下新继位，不宜轻动，否则如果慕容彦超引兵入汴，大势去矣。这个时候啊，在后周境内刘氏的势力当中，徐州已经被平定，但慕容彦超在兖州一直蠢蠢欲动。郭威听了王浚使者的一番话，用手抓着自己的耳朵说，险些坏了我的大事啊！当即下令取消了亲征的计划。从后面事态发展来看，幸亏郭威及时的听取了王浚的建议，要不然这后果啊，真的是不堪设想。到了12月中旬，王浚领兵进驻到了晋州境内，辽汉联军围攻晋州已经将近2个月，但是却没有取得任何的关键性的进展。当时呢，又赶上数9隆冬，天寒地冻，辽军早就已经无心再战，一听说周军援兵赶到，就直接烧掉军营，撤回到了晋阳。周军在霍邑追上了北汉的军队，一番纵兵截杀，汉军大乱，掉下悬崖摔死的人不计其数。这一次的晋州攻防战，辽军兵马损失了10之3四，北汉的军队更是伤亡惨重。此后碍于国内的资源匮乏，刘崇也不得不逐渐打消了南下伐周的想法。晋州的战事告一段落，而兖州的慕容彦超啊，一直没有消停，表面上向郭威效忠，可是背地里呢，分别秘密向北汉和南唐求援，同时招募亡命之徒，囤积军粮，修筑城防，积极备战。广顺2年的正月初七，从晋州腾出手来的郭威啊，开始武力解决已经公然反叛的慕容彦超，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营挂帅，以史彦超、项逊以及老将耀元福为辅，构筑长墙，将兖州团团围困。战事一直持续到4月份，仍然没有取得进展。5月初5，郭威领兵御驾亲征，半个月以后，后周军队攻克兖州，慕容彦超兵败之际，与妻子一起投井而死，兖州自此得以平定。话说后周太祖郭威，因为自己出身寒微，所以深知民间的疾苦。在解决了慕容彦超之后，郭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民生方面。自唐末5代以来，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，使得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土地荒芜，经济凋敝，再加上不同时期统治者的残酷剥削，社会经济长时间得不到恢复，生产力严重不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周太祖上位之后啊，实行了这么几个方面的措施。一是减轻负担，以纾民困。后汉时期啊，轻盐1担，抽钱1000，被调整为抽钱800。过去一直禁止民间私自买卖使用牛皮，被调整为每年百姓缴纳牛皮减少2/3，有实情土地的缴纳牛皮1张，其余牛皮百姓可以自行的贩卖使用，但是严禁卖入他国。
相比后汉时期私藏1寸牛皮就一律处死，后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下层贫困农民的负担。二是劝课农桑，大力促进生产。唐末以来，朝廷在各地设立了屯田区，招募一些富户承包土地，有户部下辖的专门机构营田务进行统一征收赋税和管理。到了后周太祖一朝，营田务被直接取缔，屯田区的百姓隶属于本地的州县所管理，相应的土地、房屋、耕牛、农具全部无偿的赐给正在耕种该土地的农民。后梁朱温时期也从淮南劫掠了上万的耕牛，朱温将耕牛发放给相应地区的农民，由这些农民每年上缴耕牛的租金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初的耕牛早就已经死光了，但是耕牛租金仍在收缴。郭威下令将租牛税也一并的废除。屯田区的农民们从此拥有了自己的私人财产，不再缴纳租牛的税赋，自然呢，人们是欢欣鼓舞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。三是整顿官营的手工业。从前是各个道州府都有自己的作院，自行制造兵器、铠甲等器械物资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定的弊端，每年各地方都要占留大量的资金。在专项征税的同时，地方官员额外掠索的情况十分的严重。除上贡军器之外，各地的节度使、刺史呢，又可以私自打造器甲，存在一定的隐患。广顺2年，郭威以各地的器甲制作不精为由，将各地的作院予以取缔，选择诸道优秀的工匠进京，以备役使。从此中央的军器作坊得以改进，也从一个方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。除了以上经济方面的表现，后周太祖一朝在内政方面同样可圈可点。郭威平生好简素，曾说：朕起于寒微，备尝艰苦，遭时丧乱，一旦为帝王，岂敢后自奉养，以并下民乎？于是他一上台，就将过去后汉宫里边的珠宝玉器全部搬出来砸碎，并专门下诏，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。察其深意，在于遏制地方以进贡为名巧取豪夺。同样的道理，郭威深知武夫政治发展到极致的可怕后果，因此着手遏制武人。广顺3年的5月，庆州刺史郭彦钦因为失职被一撸到底，宁州刺史张建武被罢免。同年12月，单州刺史赵凤因为私敛民财被赐死。对居功自傲、专横无极的王俊和王殷，同样绝不姑息，予以诛除。郭威杀王俊是存在争议的，有一种说法是王俊和郭荣不和，郭威呢是为了给郭荣扫清障碍。除了打击武人，与前朝截然相反的是，郭威一改不重视士人的作风，重用文臣，留心纳士，选拔李谷、范质、王溥等参与军国大政，并开始尝试以文臣主政州郡。唐末5代以来重武轻文的弊端由此得以改善，再经过世宗大力改革，到宋初形成了重文轻武的格局。郭威在重视文人的基础上，又重构法网，整顿吏治，削弱地方。从前私犯食盐酒曲，不论多少一律处死。郭威下诏，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，具体为私犯1两到1斤，杖80配1；1斤到5斤的，徒刑3年；5斤以上，重杖1顿，处死。面对武夫当权，吏治腐败，郭威采取的是重惩不法之徒，以示警戒。中期一朝被惩治的官员多达23人，这些人当中，或因贪赃，或因渎职，全部被不同程度的予以惩处。官场贪腐渎职的现象相对有所减少，恶性膨胀的官僚势力也逐渐感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威慑。唐末以来藩镇拥兵自守，
节度使的地盘啊，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型王国，无论是财政、军事还是人事，全都可以自由的调度支配。后周太祖自登位以来，逐步有意的削夺地方权力，尽可能的加强中央集权。无论是吏治的整顿，还是集权中央，这一切要一直到宋代的初年才会终结。而正是由于郭威的良好开端，才会在之后几十年形成了一股不可阻遏之势。广顺3年入秋之后，郭威得了中风，饮食行走全都成了问题。到了12月29，身染重病的郭威仍坚持一大早就前往太庙祭祀。只见他身穿龙袍，在左右的搀扶下一步一步挪上台阶，才走到第一个祭室，刚刚斟满酒杯，郭威就已经瘫软在地上，无法叩拜了。左右的侍从把他搀扶下去，由晋王郭荣继续走完了整个仪式。除夕过后，954年的大年初一，郭威到天坛祭祀天神，整个过程只能勉强低头致敬，献酒献祭等一律都是由官员们代劳。这一天，后周的朝廷宣布大赦天下，改元为显德元年。正月初5，加封晋王开封府尹郭荣兼任侍中，判内外兵马事。正月11之后，郭威的病情逐渐的加重，一应的军国要务小事全部由各部门自行处理，大事全部奏请晋王郭荣，由郭荣禀报之后，再根据郭威的旨意酌情办理。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郭威将郭荣喊到近前交代后事，说我过去西征，见到唐朝18个陵墓，没有一个不被盗掘的，原因无他，只是因为多藏金玉罢了。我死之后给我穿上纸做的衣服，用瓦棺速速安葬，不可久留宫中。陵墓里面不要用石柱之类的，用砖头砌一下就行了。工匠要出钱雇用，不要骚扰百姓。就近招募30家百姓守灵，下葬前打开瓦棺，查看陵寝内外，免除他们的徭役，让他们看好陵墓，不要修地宫，也不要让宫女们守灵，不要弄那些石马石人之类的，只在陵前石头上刻下周天子平生号简约，一令用纸衣瓦棺，4天子不敢违也。你如果违背我的遗愿，我不会保佑你的。又交代说，要给李弘毅一个节度使，魏仁溥不要让他离开枢密院，河中和魏州各去安葬一副宝剑和铠甲，澶州安葬通天冠和降沙袍，东京安葬一副平天冠和滚龙袍，切记切记，不可忘了。禁军当中，侍卫司的最高长官郭崇和曹英分别调任澶州和镇州担任节度使，新提拔了樊爱能和何辉。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分别是郭威的外甥李崇进和女婿张永德。正月17这一天，郭威命令年长一点的李崇进在其卧榻前向郭荣叩拜，定下君臣名分。当天的巳时，也就是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，郭威在资德殿驾崩，终年51岁。后周的朝廷密不发丧，直到3天之后才宣布遗诏，命郭荣，也就是柴荣，于郭威灵柩前登基继位，是为后周世宗。后人们在论及后周改革的时候，往往多降于世宗而疏于太祖。人们大多热衷于谈论世宗之英明，而没有对太祖的建树做出充分的估计。在整个5代的历史进程中，在位不足4年而能有如此成绩，实属罕见。后唐明宗也远不能及。放眼整个中国历史，郭威算不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。后周改革创于太祖而成于世宗，
郭威的改革为柴荣奠定了基础，乃至北宋初年的改革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。压武夫治权臣重文士，为中央集权做了必要的铺垫，逐步复苏经济，为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支柱。郭威其人啊，并不是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儿。起兵之后攻入汴梁，放纵士卒，大肆劫掠，剿灭慕容彦超呢之后呢，又近乎屠城式的劫掠兖州，这些都堪称其人生中的黑点。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上帝视角，于当时乱世的大环境中去评视，又会发现他远比此前5代绝大多数君王都要更加的务实，更加的厚道。他的改革更多的倾向于内政，他的在位时长也让他无暇顾及统一。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内政改革卓有成效的后周，在政权稳固、确保社稷长治久安的同时，客观上也启动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航程，理出了统一的端绪，他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，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慢聊5代十国的第13集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，请帮我点赞。5代十国的故事仍在继续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